各位同学晚上好。然后感谢汤教授能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啊，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去分享一下比特币这个技术内幕吧，或者说它的一些技术的细节。因为从各种的这个网络报道，或者说从各种资料里边，大家都很难去看到这个比特币的全貌。所以今天用这个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来让大家实践一下、使用一下这个比特币，然后也来感受一下它的技术的一小部分吧，技术的一些细节。然后今天会有代码的演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往前做一点，因为那个幻灯片是那个代码的那个字有点小。然后一个澄清就是，我在演讲和演示过程中用到比特币这3个字，然后今天演示会使用 BSV 这样的一个token来做演示啊。好，然后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比特币签名技术入门及交易构建演示。然后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就是有掌握了任何一门编程语言的有多少？可以举下手吗？无论是 C、Python、Java 或者是 Node.js。编程基础的。编程基础的。有一小部分。然后有曾经拥有使用发送接收过比特币或其他数字资产的朋友有吗？有一个。行。然后那因为今天是一个技术的分享嘛，所以今天会着重的用演示和这个图片还有体验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大家去感受这个比特币的技术魅力。然后今天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讲这个比特币的技术。第一个方面就是账本、交易链条和 UTXO 这样的一些概念。然后第二个是讲交易的数据结构。然后前2部分也是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交易的这个本质的一个概念。然后后来接下来我们会讲脚本语言和交易模板是什么东西。最后会简单介绍一下比特币签名技术的一个概念吧。然后如果让你去设计比特币这样一个系统的话，你们觉得会有哪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自己去设计一个在线转账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话，你一定会面临到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是首先你的图片文件是可以复制的，你怎么样保证别人不能复制你的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你怎么样去能验证别人的钱是真的，对吧？这是2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一个无需信任的电子现金系统怎么样去验钞。所以说到比特币系统，很多人都通过资料或者说通过自己的搜索都能说出很多关键词，比如说它是点对点的，它是无需信任的，它是即时结算的，对吧？你怎么样能在一个无需信任的电子现金系统里边去验钞？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这也是比特币系统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今天的技术演讲，你们可以去带着这2个很直观的问题去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回忆一下前几节课的课程嘛，就是首先我们说比特币是一条区块链，然后这条区块链是什么？这个区块链其实就是一本账本，这个账本记录了比特币系统诞生第1天起到现在为止全网络所有的交易。你的交易，比如说Alice 转给了 Bob 一笔钱，对吧？一部分比特币，这是一笔交易，这个交易会被验证，如果它是合法的话，这个钱是真的。它是合法的，它会被整理到区块这个结构中，整理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结算的过程。区块是什么呢？区块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后面会讲，区块它会依次相连，后面一个区块要记录它的前一个区块是什么，再后第3个区块要记录第2个区块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是区块依次相连，它会就形成了一条我们说链表或者说一个链式的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我们管这个区块的链式结构叫区块链，就是这样一个名词的由来。然后这条区块链呢，记录了全网所有的交易的记录，它是一个公开的账本。然后我们常说这个区块链是公开的化名的，注意这里应该是化名的，因为很多资料都会说是匿名的。比特币本身的网络是公开的，是不加密的，它这个里边用到了一个叫化名系统，这个也叫 alias 这个系统，它不是一个匿名的系统使用化名的意思就是，就像你在网上注册的 QQ 的名字一样，在你自己主动承认这个 QQ 是我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 QQ 跟你的关联，这叫化名系统。
在你承认了说这个 QQ 号是我的，这个名字是我使用的 QQ 的名字，那在你公开承认之后，人们就可以就说关联到把你的这个真实的人的身份和你的这个 alias 这个名字关联起来。所以说我们这叫一个化名的系统，同时它也是不可篡改的。为什么不可篡改？因为每一个区块的诞生都是经历了复杂的计算，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金钱的成本。你的每一个区块都记录了你前一个区块，你要改某一个区块之后，你要改某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后的所有的区块都要被重新的计算，这个成本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账本，整个这条区块链的账本，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是公开的、化名的、不可篡改的这就是应该是上一节课林老师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回顾。然后那区块链这个说白了它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如果你想象一下的话，它其实就是图里这个样子，每一个框它就是一个区块，然后你注意看哈，它后边一个区块有一个都学过编程对吧？它都有一个指针，它去记录了前面一个区块的哈希，它那个区块头的哈希都会被后一个区块记录，这样依次这样连下去，构成了一条链，对吧？然后每个区块里面记什么东西呢？其实就记了这一段时间，这10分钟，我们说这10分钟全网发生的所有的交易，被结算后的交易，它就会记在这个区块中。很简单的一个结构，对吧？这样依次相连，把这段时间的交易结算掉，放到区块里，整理到区块里，然后再去创建下一个区块。这就是可以想象到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概念上的样子。然后这里面有个概念叫哈希函数 （hash function） 这个东西。那这个因为都是工科的学生对吧？所以应该有计算机背景的应该都很好理解。什么叫哈希函数呢？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是一种数据指纹算法，它是一个单向的方法。你不管你丢进去什么样的计算机文件，它都会给你一个定长的数据的指纹比如说我们上来第一行这个我们丢一句话进去，它会给你这样一个 E4F 这样一段数据指纹你丢一个文件进去，过这个函数，它也会给你一段定长的数据指纹，或者说你给它一张图片、一个文件、一个视频，它都会用既定的算法去计算出这个文件的指纹。当这个文件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说你一个 Word 文档你敲了一个空格保存了，那么你的这个数据指纹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据指纹来标记这个元数据，对吧？你的元数据是什么样的，我的数据指纹就是一定是这样的。我的元数据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我的数据指纹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哈希算法我们也叫 hash function 这样一个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回顾一下然后我这儿截了两张图就是直观的理解一下这个 hash function 的这个结果吧。比如说我们第一行写的叫你好世界这样一句话4个字。好，然后哈希算法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可以把 hash function 理解成是一类算法的统称。然后你比如说有 MD5 有 SHA11 然后也有 SHA256这样不同的算法，它们不同的 hash function 它算出来的这个结果的长度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个上面那个例子你好世界这4个字它的那个数据指纹是这样一堆东西。然后当我在这个你好世界中敲2个空格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数据指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hash function 的这个结果这个指纹来标记元数据是否被改变过。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 hash function 的这个结果这个指纹来索引这个元数据，或者说它是元数据的一种 ID 的一种表示，对吧？这个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具体的例子。好，我们讲到了这个区块链区块链就是比特币全网这样一个账本。那区块再打个比方，简单的理解，我们拿出一个单个的这样一个区块，它是什么？它怎么想象它的形式呢？就是托运的行李箱，你的交易，区块你看左边区块就是区块头和区块体本身，区块头这里边叫 header， 然后区块体里边其实就是 transactions， 就是你这段时间的交易。那你怎么把它想象成一个行李箱呢？就是你的衣服、你的行李就是这段时间的这个交易。你要托运这个行李，你一定会在你把你的箱子打包好了之后，一定会在你这个箱子上贴一个托运的这个行李条，对吧？一个二维码，
告诉这个机场的工作人员，你这个箱子是谁的，从哪儿到哪儿去，走的是哪趟航班。你同样可以把区块本身想象成这样的一个箱子，区块头就是你箱子上贴的那个二维码那一段文字，然后箱子里装的东西就是这个区块体里的东西，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交易。好，然后这以上内容都是一些这个概念回顾，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知识吧。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比较重点的内容，就是这样吧，我先问一下吧，就是在比特币系统中，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重要的实体是什么？好，就是每当你去想作为一个新人，你想去了解更多的这个比特币相关的知识，你肯定是打开百度或者谷歌，对吧？然后去搜这个比特币3个字，然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这样的名词点对点安全，然后离线什么加密，就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在整个这个系统中，它不仅是一个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产物，它同样还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学，然后甚至还有心理学、博弈这样的一些东西。在整个这个它是一个计算机产物，对吧？它是一个网络产品，我们甚至说它是一个网络产品。在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它的特性，这些特性都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网络最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个元素就叫交易。它是一个比特币的白皮书说这是一个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它是一个现金系统，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或者说白了就是一个转账系统。那这个转账系统，这个账本里什么东西最重要？交易最重要，交易是构成网络中的基本元素。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会说说交易是怎么一回事儿。好，然后2个场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叫都用过银行转账对吧？网银转账100块，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最简单的想法是，比如说 Alice 转给 Bob ，Alice 的银行账户余额也是200块，Bob 的账户余额是0。当 Alice 转给 Bob 点一下那个发送100块的那个按钮之后，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呢？首先，这个系统，银行系统，它是一个我们说叫权威系统，或者说它是一个第三方系统。这个系统首先锁住2人的账户余额，锁住加锁，对吧？第二步，从 Alice 的账户余额里扣除100，当然它是可以扣除的这些判断我们都不说了，它可以扣除100块，减100，然后同时在 Bob 的余额里加上100。第4步，释放掉2边的余额的锁，对吧？因为你不加锁的话，你就会涉及到读或者写到脏数据的问题，所以你这种账户余额操作一定要加锁。这是网银转账这样的一个场景，生活中的一个场景。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很常见，它很直观，因为每个人，比如说你的钱包或者是你的网银，它都是一个账户的这样一个模型，就是你张三李四，然后张三是张三的账户，李四是李四的账户，对吧？它是一个账户的模型，然后有个账户余额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的操作、你的转账都是对你账户余额的操作，它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对吧？好，第2个场景是，你拿着100块钱去超市买东西，这个场景会发生什么？还是我说吧，就是比如说你拿着100块钱的现金去超市买了30块钱的东西，这个时候超市老板给你这一兜东西，然后同时找给你70块钱，对不对？给你一张50的，给你一张20的，我们假设一下人民币的面值是有70元这样的一个选项的。那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吧？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给你一张50，给你一张20和给你一张70块没有区别。那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呢？相当于你拿着100块钱，给到了超市，超市给了你一张70面值的这样的一个纸币，对不对？这也是一个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场景。当我不说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这2个场景是有天壤之别的，一个是对账户的操作，一个是对纸币这样一个entity 或者是一个媒介的一个操作。好，带着这两个场景，你可以往下看有什么区别。说这2个场景主要是为了说这个账户模型和这个纸币模型它们的一个优劣吧。就是比如说账户模型，你的网银在你转账的时候，银行它一定要去验证你账户是不是合法，你的余额是不是正确，对吧？你比如说你余额是500，然后你自己做了一些小手段，把你的余额变成了1000，这银行肯定会不同意，所以他们或者我们说白了就是银行是需要验证你的合法性的，也就是说验证你这500块钱是不是真的，这里面有一个验钞的过程。然后纸币模型呢，你带着100块去超市买瓶水，然后
那个超市老板他应该会拿一个验钞机出来，去验证一下你这100块这个纸币是不是真钞，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说这叫纸币的这个验钞，你可以用验钞机，但是你如果想一想，如果没有验钞机的话，你怎么去验证一张纸币是真的是真钱？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开动一下脑筋？如果没有验钞机，你怎么样能证明一张纸币是真钱，不是假钞？手感是吧？靠手感。好，有个最暴力的方法，就是这个钱，比如说你的爸爸给了你100块，那你就去找你的爸爸，然后你爸爸的这100块是你爸爸的公司给他发的工资，那你就去找他的公司。这个公司的100块是从银行取出来的，那你就去找银行，银行说这100块是印钞厂给我的，这是央行给我的，那你就去找央行，央行说这是印钞厂给我的，你就去找印钞厂，印钞厂说这钱是我印的，那肯定是真的。好，这个钱你拿的这100块就是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直白和暴力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在说什么？就是在说验钞过程的这个溯源的过程，对不对？当然，现实生活中为了去避免这样的麻烦和不现实的这种操作是不现实的，所以银行在印钞厂在印钱的时候，它会加入各种水印、防伪，然后同时生产出印钞机给你去把钱丢进去，它告诉你是真是假这样的一些措施。所以说这两个模型，主要是想说溯源和验钞这样一个不同。如果你是账户模型，你是用的是银行的系统，那这个验钞的过程是银行系统在做的。这是一个为什么你会觉得 Alice 转给 Bob 的Bob 为什么会觉得 Alice 转给他的100块钱的网银的钱是真的呢？因为这个里边银行做了信任的背书，对不对？因为 Bob 会觉得银行很有公信力，是国家信任在后面背书，所以他会觉得这个钱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叫有信任依赖的第三方的介入。同样的，纸币模型也是一样。当然，你有印钞机，为什么印钞机是银行这样产出来的？所以你信任印钞机给你吐的结果是真还是假？如果没有印钞机，你要怎么办？你就得一步一步的溯源去找这100块的这个纸币的媒介是从哪里诞生的，这是一个回溯的过程我们说叫溯源。然后优劣比较，我们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在线系统，如果你是账户模型的话，它会涉及到它会涉及到枷锁的问题，就是你的并发量的问题如果你是纸币模型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比如说你有分身术，你兜里有100块，10张10元的钱，你可以同时去10个地方去花掉这10个钱，这10张纸币是没有任何依赖关系的，它们是彼此独立的，或者说纸币是同质的。就是你的10块钱和我的10块钱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你有分身术的话，你可以拿着第1张纸币去超市 A 去买东西，同时你拿着第2张纸币去超市 B 去买东西，它是同质的没有区别。这也是这两个模型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好，然后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两个模型的区别和它的一些进一步的东西呢？是要表达出比特币系统非常重要的2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交易链条，第2个概念叫 UTXO。如果有自己去感兴趣搜索了相关资料的话，对 UTXO 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如果是相关的技术专业或者说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这样专业，你对编程相关的有相关的概念的话，你会觉得在你看完了比特币系统的技术细节之后，你会觉得 UTXO 这样一个模型的设计，或者说这样一个数据结构的设计是非常具有技术美感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会重点的去讲交易链条和 UTXO 这样2个概念。好，前边说的这个，你拿着100块去超市买东西，然后超市的老板找给你70元的纸币，对吧？我们假设有70块钱的面值，同时给了你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再往前走一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隐含的30块钱的问题，就是其实它发生了什么呢？它发生的是你把这100块钱拿出去，然后有一个神秘的手把这100块钱变成了2张纸币，1张纸币是30元，1张纸币是70元，30元给到了超市，70元给回了你自己。你可以想象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会这样麻烦，但是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对吧？其实是100块变成了2张纸币，1张30元给到了超市，另1张70元给到你自己，这是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交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张概念图，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让你去记录一笔交易它是什么样子，你会怎么样？只要记这笔交易是由谁发出来的，是由谁收的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叫收款人和付款人和收款人。然后比特币的交易它也很简单，它只有两个部分，你可以理解。第一个部分叫 inputs， 就是左边这一大栏；第二个部分叫 outputs， 就是你的钱输出到了哪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一笔交易只记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你这笔交易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就是左边的 inputs。你可以说我这1元的纸币、1块钱的纸币是从哪儿来的，10块钱的纸币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两个输入，对不对？然后你同时要指明这笔交易的接收方，也就是它的 outputs 里边，这个30块钱给到了超市，这70块钱给到了你自己，对吧？找零了你70块钱，这就是比特币一笔交易所有的内容，几乎是所有的内容了。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只有 inputs 和 outputs， 记录一下这个东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是交易要记录的东西。好，这是一个概念图哈，这是一个概念图。然后着重要注意的就是我框起来的这两个部分，一个叫输入，一个叫交易输入，一个叫交易输出。然后我从这个网络中找了3笔交易，3笔关联的交易，然后就是从上到下啊，他们是按时间顺序从上到下。这张图我们要关注哪3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框起来的部分，你看到每个 transaction 后边它都有一大串这个数字和字母构成的这样一个字符串，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hash function 的这个结果。你的比特币的交易，它是一个数据结构，它是一个计算机的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甚至把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计算机的文件，对不对？我们把这个计算机文件放到 hash function 里边，它这个 hash function 会给我一个这一笔交易的一个数据指纹。我说了，数据指纹可以用来索引这个数据，来标记这个数据没有被改动过。同样的，它是一种 ID 的索引，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hash function 的结果来标记出这样一笔交易。比如说第一笔交易，你没法表达它，对吧？你不能说这是交易1啊，当然也可以，对吧？交易1、交易2，然后但是交易1和交易2你没有，比如说这个交易本身变了之后，你这个交易1它就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我们用哈希的结果来标记一笔交易。我们用哈希的结果来作为一笔交易的 ID， 可以这么说。所以第一笔交易的 ID 是7957，然后后面一串，然后第二笔交易的这个那个 ID 就是0627这样一串。好，然后第二个部分你要关注的点是，我们说了，比特币交易的输入表达了这笔交易从哪儿来，比特币交易的输入表达了这笔交易里边的表达了这笔交易里边的这个钱从哪儿来，所以它能怎么表达这个钱从哪儿来呢？你怎么表达你那100块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你爸爸那儿来的，对吧？所以它就要看一下那个箭头，就是第二个交易的输入 ，Alice 的那个输入是上面的那个第一行的那个输出，用这个虚线给它框起来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怎么去把这个链起来的，就是它用到了第一笔交易的这个transaction 的这个哈希的结果，第二行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字儿比较小啊，什么7957，然后它后面有个冒号0，那个0表示的就是它是这一笔交易的第0个输出啊，计算机里边0表示第一个哈，这序号是0。好，这样的话就很简单，对吧？因为你的交易的 ID 是不会重复的，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你的这一个交易的输入是之前哪一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那我就可以走到上一个交易了。同样的，上一个交易同样是这样的结构。所以上一个交易的输入又能告诉我这个钱是从它之前的哪一笔交易的哪个输出来的，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条整个的这条链条，一直走到印钞厂，对吧？好，这是这张图第二个你要关注的点。第三个你要关注的点是最框出来的最右边的这一部分，就是这右边的这部分是 outputs， 对吧？当第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它只有一个输出叫 output 0，这是 Alice 的地址，然后Alice 在第二笔交易诞生之前，这笔钱是 Alice 的，她没有花掉，对吧？当第二笔交易诞生之后 ，Alice 把她的这个钱花掉了，所以你注意看，
第一个交易的最后的那个标记，它写的是 spend， 这笔输出已经被花费了。好，同样的，你能看到第二个交易它有2个输出，第一个输出是 Bob 的地址，就相当于是 Alice 付给了 Bob 钱，然后第二个输出是 Alice 的找零地址，就是这笔钱没有花完，还有剩下的一部分找零。你能看到，因为有第3个交易的存在，所以第2个交易的第0个输出已经是 spend 的状态。但是因为第2个交易的第1个输出它还没有被花费，所以它的状态是 unspent， 就是它还没有被花费。意思就是说，这个交易的输出还可以在以后花费，这个钱还是存在的，对吧？你这个钱花掉了就没有了吗？所以这是这张图第3个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要着重的说这3个部分呢？因为我们要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叫 UTXO。UTXO 是什么呢？它的全称叫未花费的交易输出。这是7个字啊，7个字，8个字。然后这分2个部分，你要关注到。第一个部分叫交易，它是交易输出，就是上面一张图最右边的那所有的部分。UTXO 它一定是交易的输出。第二个关键词是它是未花费的。未花费是什么意思？是到当前这个时间点，这个输出还没有被花费。那把它连起来，你可以怎么理解？就是说这个钱到现在还是有效的，你还没有把它花掉，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你的钱包里有几张纸币，那么这几张纸币都是 UTXO。当你去买了一瓶水，拿走一张纸币之后，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UTXO 这个交易的 output 它被花费了。它被花费了之后，这个东西就会不存在了，消失了，你可以理解为消失了，它就不再是 UTXO 了，对吧？好，那我们再往前走一步的话 ，UTXO 有什么？它会给这个系统带来什么东西？就是交易是在不断的消耗 UTXO 的，它也是在不断的创建 UTXO 的，对吧？它会不断的消耗之前交易产生的 UTXO， 因为你要表达出你这笔交易的钱从哪儿来。同时，它也会创建新的 UTXO， 供以后的交易来消费。这就是一段话的2个方面。同时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 UTXO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价值单元，跟你的纸币是一样的。你去花100块，你不会说我撕一半就当50花，这不是这样的，对吧？你肯定是把100块交出去，他给你个50。所以 UTXO 也是这样。比如说你有一个100块面值的 UTXO， 你去超市买30块钱的东西。这100块的 UTXO 在这笔交易里会被全部花掉，全部销毁掉，同时产生2个 UTXO， 2个全新的 UTXO，30的 UTXO 付给老板，70的 UTXO 作为你的找零还给你自己。所以这是第3句话的意思 ，UTXO 是不可分割的价值单元，会在交易里被整体的消耗掉。那 UTXO 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第2张图哈。它怎么能表达出一个 UTXO 呢？其实就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它是之前哪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就是倒数第2行这个，它需要一个 text 的 ID， 它需要一个交易的 ID， 同时它需要一个 index 是这个交易的原来这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只要这2个元素就可以表达出一个 UTXO， 对吧？通过刚才这个图里边能看到，然后讲了这么多，然后你可以感觉到哈。比特币系统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易。比特币是一个账本啊，区块链它是一个全网所有交易的账本啊，它是一个账本。账本记什么？账本记的是全网中所有的交易，所以交易很重要啊。我们一直在讲交易这个数据结构，交易很重要。那交易是怎么构成的呢？交易就2个东西，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那这个输入和输出还能怎么抽象？你可以把它抽象成 UTXO 这样的一个结构。交易总是在消耗之前产生的 UTXO， 然后产生新的 UTXO。你可以把 UTXO 想象成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你不断的从里边拿出来东西消耗掉，同时你的交易会产生新的 UTXO 再放进去啊，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 UTXO 是构成交易的基本元素啊。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来看这个交易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好，讲完 UTXO， 我们来讲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交易和脚本它的计算机科学上的一些概念。交易的数据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交易的概念上的那个图，对吧？就是那个左边一栏，右边一栏。但比特币系统这个计算机系统里边，这个网络中这个交易的这个数据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看这个上面第1行，一些字段不重要的字段我们就不说了。
从第二栏开始看，第二栏是一个整数，它表示这个交易里有多少个输入，这很好理解对吧？你的交易是包含一个或多个输入，一个或多个输出的，所以你要有个数字来记一下，我这个交易里边有多少个多少个输入，然后后边一大串，用那个大 X 表示的那一大串，就是你的每一个输入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紧接着又是一个整数，然后这个整数呢，会表达出你这个交易里边它有多少个输出，然后后边那一大串用 Y 表示的。就是这个交易里边每一个输出都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跟我们开始看的那个概念图是很像的，对吧？这是一种计算机的数据结构的表达。好，然后我们要看到具体的每一个输入和具体的每一个输出的话，它又是什么样子？就是看第二行，我用一个这个框线给它表达一下，就是左边的这个屏幕左边的这一个结构，它是一个交易输入的数据结构，它包含了1、2、3、4、5个部分，然后右边呢？它是一个交易输出的一个结构，它是只有3个部分。好，然后我们要重点关注哪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交易输入的，我们说了，交易输入都是要表达出你这个交易，你这个输入是之前的哪个输出，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框线它有一个就是2部分，第一个32表达的就是你的之前那个交易的哈希，就是我们说的叫那个 ID， 对吧？那一大串它是32字节。然后第二个一个4字节的这样一个字段，它表达的就是它是之前这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我们说了 UTXO 只要2个部分就可以表达，一个是 text ID， 一个是 output index， 也就是第一个高亮的那个框表达的，就是你的输入里边会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表达了这个输入是之前哪个输出，哪个交易的第几个输出。好，然后后面两个高亮呢，就是比特币系统的神奇之处或者说吸引人的地方。第一个框叫 script sig， 然后第二个框叫 script pub key， 就是它是一段脚本表达，就是应该有计算机背景哈。就脚本是什么？脚本分2个东西，脚本是操作码和操作数，对吧？或者再说的直白一点，脚本是指令和数据的集合。写程序嘛，程序就是指令和数据，对吧？那比特币系统中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脚本的概念它在交易的输入结构里和交易的输出结构里都有这样一段脚本，就是第2个高亮和第3个高亮。我们把在交易输入里的这个脚本叫做解锁脚本，然后把在交易输出里的这个脚本叫锁定脚本。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2个脚本是什么东西。好，我们说输出脚本的定义是什么？输出脚本就是在你的这个 UTXO， 我们直接就用 UTXO 这样的表达了哈。输出的锁定脚本是在 UTXO 上放置的一把锁，或者我们说是在这个 UTXO 上放置的一个加密难题。然后，那解锁脚本是什么？解锁脚本是打开你之前放置在那个 UTXO 上的那把锁的钥匙，或者说是一个答案，能解开当时你放置在那个 UTXO 上的加密难题。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就像你的钥匙和锁的这样一个关系。好，然后后面2个是更通俗的表达，就是说加密难题，就为什么我们要放这样一个加密难题，对吧？你的纸币在你的钱包里，所以这个钱是你的。那在网络上怎么能表达出这个钱是属于 Alice 还是属于 Bob 的？那就是说，加密难题指定了今后在花费这个 UTXO 的时候必须要满足的条件。那这个时候，如果是 Alice 有这个钥匙的话，因为它能打开这个锁，所以它可以花费。这就是第3句话的意思哈。然后解锁脚本是什么？解锁脚本是今后在花这个 UTXO 的时候，你注意哈。你在花一个 UTXO 的时候，这个 UTXO 一定是之前某一个交易的输出，所以这个 UTXO 一定是先有了锁定脚本，你一定是先把一个锁放在了这个 UTXO 上，然后你在花它的时候，再把它作为交易输入的时候，再提供一把钥匙。好，我们说叫解锁脚本解决或满足了之前放置在这个 UTXO 上的加密难题或条件，也就是它是一把钥匙，在你之前产生这个 UTXO 的时候，在你之前的交易输出的时候。在这个交易输出上会有一把锁住，然后在你花这个之前的这个交易输出，在你花之前的这个 UTXO 的时候，你需要提供一把钥匙。如果你这个钥匙能打开这个锁，那你就可以花这个 UTXO， 也就是说你可以花这笔钱。
好，然后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们说了，在比特币交易的输入和输出结构里边会有这样的脚本，然后那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下，我们可以 DIY 一下这个脚本的这个内容哈。我们假设这个锁定脚本里边的这个加密难题是什么？是计算2+3的结果是多少？啊，我们这个写法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逆波兰表达式，就是计算机里应该知道啊，它是一种类似于逆波兰表达式的一个结构哈，就是操作码在操作数的后边啊，第一个数字是2啊，第二个数字是3，然后紧接着第三个是一个加法运算，然后最后是一个等于操作啊，是一个等于的判断。好，然后这是脚本的内容哈，这是脚本的内容，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站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待会儿我们可以演示一下哈。这个难题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计算谁能提供2+3的结果，谁就可以花费这个 UTXO， 对吧？我们说 UTXO 在输出的时候，在输出 UTXO 的时候，会在这个 UTXO 上放置一把锁啊，一个加密难题。好，我们这个加密难题比较简单，我们只是为了演示这个加密难题是什么，就是2+3的结果是多少，谁能提供这个结果，谁就可以花费这个 UTXO 这个钱。好，那你怎么提供这个解锁脚本？就提供一个2+3的结果就好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提供了这个5这个结果。好，这就是解锁脚本。那怎么去验证你这个钥匙是不是能打开这个锁呢？那就是把这个解锁脚本和这个锁定脚本把它拼在一起。那就是最后一行这个样子，就是5、2、3，然后加法判等，然后执行一遍。注意听，这是执行一遍这个拼起来之后的这个脚本，然后你会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要么是成功，要么是出错，要么是失败。只要不是成功，那这个交易，那你就花不了这个钱。只有这个验证的结果是成功，那么你相当于说你这个钥匙打开了你这个锁，好。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很难理解这个脚本的这个运行过程，对吧？我们用这个简单的523的这个例子来过一下这个脚本是怎么执行的。然后这个脚本是一个基于战的语言，战战是什么？战就是那个枪的那个弹匣，就是你压子弹，往里压子弹，就是先压的子弹会最后打出去，对吧？这叫战的结构，计算机的应该都知道哈，战的结构就是先入后出，你第一下压进去的那颗子弹会最后的射出去，对吧？这是战的结构，这是一头的，就是一个盒，你只能从这一头去往里放东西，然后你要取东西也只能从这一头去取，对吧？你不能跳着取，所以它是一个先入后出的这样一个结构，数据结构哈。那523这个例子，我们怎么来过一下这个过程？就是你最开始有一个空的站，对吧？当你执行到第一个那个元素的时候，它是5。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数据，它5是一个数据，你把这个数据放到站里边去，所以这个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的它站底是5。好，然后你走到第二个位置，那2又是一个操作数，所以它又把2放到这个站里边去。好，同样的，你走到第3个，它把3又放到这个站里边去。好，你再走一步是什么？是一个指令，对吧？这个加法指令它做什么？加法指令它会从站里边连续弹出2个元素，然后把它们加在一块儿，然后把这个结果再放到站里面去。所以当你在做加法这个运算的时候，它会先从站里边弹出第一个元素，那就是3，再从站里边弹出第二个元素，加法要两个数嘛，对吧？再从站里面弹出第二个元素，那就是2，然后把它们加一块儿，那就是5，然后再把这个结果扔到站里去。所以你在做完第4步的时候，你的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最后一步，当你走到这个 echo 的这个判断的时候 ，echo 是具体做什么操作？就是从站里边弹出2个元素，判断它们是否相等。如果相等，就把相等这个结果放到站里去；如果不相等，那就把不相等这个结果放到站里去，就是成功和失败。所以你做完之后，这个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1代表成功哈，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你在执行完、你在验证完这个脚本之后，你的站里的结果是成功，所以表明你这个钥匙打开了你的这个锁。对吧？所以你就可以花这个 UTXO， 相当于你之前不是在这个 UTXO 上放了一把锁吗？你之后提供了一个钥匙，提供了一个结果啊，去打开你之前放置的那个锁。啊，这就是一个脚本的一个执行的过程。好，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我们刚才 DIY 的这个脚本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首先，这个加密难题你很难去找，你很难去选取。523这个例子太简单了，对吧？任何人都可以知道答案，去花掉你的
去花掉你的钱。我们说了，只要你能提供这个钥匙，你就能打开这个锁。好，然后它会存在被冒用的风险，这是一个。就是那有人会说了，我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不对？只有我知道答案啊。假设有这么样一种情况存在，只有我知道答案，那还会存在什么问题？就是这样的方式，它的脚本模板是不通用的。你看刚才523的例子，对吧？你有指令，你也有数据，这是一个怎么说？我们可以把加法运算理解成是一种模板，就是说它是一种模板的概念。如果你说我每次都凭空去想一个复杂的加密难题的话，那这个难题的这个指令和数据它的这个位置和你脚本长的那个样子是千变万化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脚本模板是不通用的。这个模板不通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会带来一些软件在在帮你实现，比如说收发比特币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集成这样的功能，对吧？因为你的模板是不通用的，你每次可能都要自己去输入这样的一些加密难题，啊，不通用这个问题很麻烦。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这个脚本，它跟身份是没有关系的。爱丽丝转给鲍勃一笔钱，他在，对吧？然后爱丽丝在这个输出上放一个加密难题，那鲍勃说，那这个加密难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谁能解出来？谁解出来这个难题，这个钱就是谁的了。虽然看起来说你是给我付了一笔比特币，但是这个UTXO 跟我没有任何身份上的关联，对吧？所以这是3个我们说刚才 DIY 这个脚本它存在了一个问题。好，那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对吧？然后我们插一个这个怎么解决它的方案啊。工科学人应该都听说过，对吧？就是加密、非对称加密和数字签名这样一个东西。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加密的这个概念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出了一个算法你在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中，你用到的那个秘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只发这个字母的就26个字母的这样的那个英文，然后我的加密方法是每次，比如说你要发 ABC 的话，那我都会往后错一个位置，就发 BCD， 这是一种非常暴力的加密方法，对吧？只要你跟我知道这个方法，别人不知道，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通信，对吧？那这个秘密在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中，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样的，它只是一个秘密我们说这叫对称加密，就是你在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秘密，或者说使用的这个密钥，它是相同的这叫对称加密对称加密有很多，对吧？你在现在已经就是如果你上网的话，你天天都在用。好，然后相对于对称加密，它还有非对称加密。那就很直白了，就是在加密和解密中，它的密钥是不一样的，它是一对儿，是2个我们说叫一对儿密钥单向计算，就是什么叫一对儿呢？就是你有2个密钥有一个密钥你可以公开出去，我们管这个你可以随意公开的这个叫公钥。还有一个密钥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可以知道，我们管这个密钥叫私钥。你可以从私钥很简单的计算出公钥来，但是你从公钥是没有办法计算出私钥的。我们说这叫一对儿密钥单向计算这是计算机的基本的概念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吧，算是。然后非对称加密有2个应用场景，第一个叫用公钥加密，用私钥解密，就是这是加解密的一个场景，对吧？你要对一段内容加密的话，你要用公钥对这段内容加密，然后用私钥去对这段密文去解密。然后第2个场景叫数字签名的场景，就是你要去证明这段内容你认可的话，你要用你的私钥对这段内容进行签名。好，然后别人想来验证说你是否认可了这段内容，你要用他会用你的公钥去验证你提供这个签名。如果验证通过，那就说明这个签名是你签出来的这个就是计算机基本知识。然后数字签名能有一些很好的特性，比如说它是真实的、完整的、不可抵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签名是我提供的话，那这个签名一定是我的私钥签出来的，因为我的私钥，我说了，私钥是只有你掌握的，你不会把你的私钥公开出去，你的私钥是不能泄露的。这个私钥只有我有。如果你看到了一个签名，你用公钥去验证它，验证通过了的话，那一定证明说2点：第一点，这个签名一定是我这把私钥签出来的；第2点就是你签名的那个内容从未改变过，所以就是你们都能在各种资料里面看到的这个真实、完整、不可抵赖性好，我们就还是用图的这个方式来表达一下这个场景Bob 他有一对这个密钥一个叫公钥 ，Bob 的公钥，另一个是 Bob 的私钥。私钥很关键，对吧？私钥不能公开，公钥没问题，公钥可以公开给任何人。所以这个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绿色的。然后他有他的朋友他有各种
各种朋友，然后他把他的公钥绿色的，就是每个人都告诉他们我的公钥是什么。好，然后苏珊想给鲍勃发一段加密的话，说了加密的过程是用公钥加密，用私钥解密，所以苏珊要用鲍勃给他的鲍勃的公钥去加密他要发给鲍勃的这段话。我们再重复一遍，苏珊想给鲍勃发一段加密的内容，那么苏珊要用鲍勃给他的鲍勃的公钥去加密这段话的内容，对不对？好，加密完之后，那怎么解密呢？公钥加密，私钥解密，对吧？因为鲍勃拿到这段加密的这个密文之后，他用自己的这个鲍勃的私钥去解密这段内容，就可以看到原文。为什么这个过程可以运行？是因为公钥任何人都有，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想给我发一段加密的消息，我把我的公钥可以随便的公布出去，你们都会有我的公钥，所以你可以用我的公钥来加密这段话，对吧？然后因为只有我有我的私钥，私钥是不会公开的，所以这段话的内容只有我知道它的原文是什么，只有我可以解密，因为只有我有私钥。好，这就是公钥加密，私钥解密，核心就是私钥是不公开的，私钥只有我有。好，第二个过程是私钥签名，公钥验证。比如说鲍勃拿到这段密文之后，他想给苏珊回一封信，并且他想让苏珊知道这封信一定出自自己的手。好，那他怎么办呢？首先他把自己的这个信写好了，他用一个 hash function 去给这个信做一次哈希。我们说哈希是一段数据指纹。这个数据指纹，如果原来的信里面的内容一个标点一个空格发生了变化，那这个 digest 这个摘要它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它可以用自己的私钥来对这个原文的摘要，就是对这个 digest 去做一个签名。签名之后就会得到一个结果，对吧？最右边这个结果，他把这个结果附在这个他的回信里边。好，他附在这个回信里边，一起发给苏珊。那苏珊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怎么样能知道这个回信一定是鲍勃给我的呢？他同样的把这个信的原文做一次 hash function， 得到了一个摘要，最右边那个得到了一个摘要。他有鲍勃发给他的这个签名，对吧？因为他贴在这个信的后边了，所以他有签名，有2个了。同时他还有鲍勃的公钥，所以他用这3个东西就可以验证得到一个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是成功，那表明这个签名是由鲍勃的私钥签出来的，因为他用的是鲍勃的公钥来验证，所以可以证明这个签名是来自于鲍勃的私钥。既然它来自于鲍勃的私钥，那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鲍勃的私钥只有鲍勃拥有，它不会泄露所以它就可以证明说，它就可以得到一个确认，就是说这个回信是由鲍勃写出来的，并且没有被改变过。因为如果这个回信的内容被稍微改变了一下的话，他算出来的这个交易的他算出来的这个信件的摘要就会发生，就会跟鲍勃出来的那个信件的摘要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验签成功，所以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说这个信真的是来自于鲍勃。而你通过刚才我这个比较详细的啰嗦的描述，你就能发现它有2个很好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原文的完整性得到了证明，如果新的内容发生了改变的话，那你会验证失败。第2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是，它可以得知这个东西真的来自于那个人，对吧？好，讲了这个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之后，我们怎么样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 DIY 的这个脚本会有各种局限性不通用，跟身份没有关系，对吧？然后也不安全嘛，我们说叫不安全，就是别人可能知道了你的加密难题的答案，他就可以花掉你的钱，这很不好，对吧？我们怎么样能用数字签名来跟这个脚本来结合一下，来解决刚才我们提出来的3个问题呢？好，如果刚才这个场景大家都理解的话，你可以发现两个东西，2个特点。第一个是，其实你可以发现公钥跟身份是有关联的。鲍勃他自己创建了一对密钥，一个公钥一个私钥，对吧？他把他的公钥给出去，那别人拿到这个公钥之后，他就知道这个公钥是鲍勃的。那其实他就相当于说，他把这个公钥跟鲍勃这个人联系起来了，对吧？因为鲍勃承认了嘛，这个公钥是我给你的，是我的，所以公钥跟身份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把公钥作为身份的标识放到解锁脚本里，放到锁定脚本里，就是把你的公钥跟那个锁关联起来，对吧？公钥跟你的身份是有关联的，这个锁跟公钥关联上了，所以这个锁跟你的身份就关联上了。好，我们把能在解锁脚本里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作为证明和授权的手段。刚才说了，对吧？
你授权了，我能知道啊，确实是由你这个私钥签出来的，这个签名确实是由你这个私钥签出来的。所以我们是说，如果你能得到一个正确可以验证过后的签名，那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说，这个签名一定是你授权的，这个签名一定是你同意的，对吧？然后我们如果带到比特币系统里来说，就是这笔钱确实是由你认可并且同意花费的，对吧？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公钥要作为身份标识放到锁定脚本里。能把在解锁脚本里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你提供错的当然是没有用的，对吧？错的就是你这把钥匙打不开你的锁，你一定要是能提供正确的数字签名作为认证和授权的手段，这就是一种结合。然后那我们再带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脚本里边，那这个脚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公钥和签名它都是数据。我们脚本会有各种各样的指令，会有大概几十、100种这样的不同的指令，这些就像加法啊、判等啊这样的指令。然后最后这个 checksig 这个指令也是一个我们叫什么？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指令，它可以判断你提供的签名是它可以用公钥和签名来判断是不是它可以用公钥来判断这个签名是不是合法的。好，然后那通过这个数字签名这个方案我们跟脚本结合一下。就能得到这样的两个东西的改变。我们在锁定脚本里面就是放上这个收款人的公钥，然后放上这样一个指令；在解锁脚本里面放上这个收款人私钥签名的这个结果。然后那你怎么验证呢？你就是把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连起来，对吧？那这个脚本验证脚本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签名、公钥和判断，对不对？如果这个脚本从左到右执行完之后，结果是成功。成功的意思是说这个签名是合法的，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人提供了这把钥匙，一把正确的钥匙，所以这个人就可以花这个钱。基于这个数字签名和非对称加密的这样一个场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也很直观。好，然后我们讲完了这个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发现，这个模板是非常固定的，对吧？公钥和签名是数据，这个模板里面只有一个指令，就是 checksig 这个指令。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讲交易模板这样是什么东西。好，我们今天只简单带过2个交易模板，第一个叫 pay to public key，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只有一个指令；第二个叫 pay to public key hash， 就是第一个叫付款到公钥第二个叫付款到公钥哈希，它俩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上面2行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就是一个指令，就是 checksig 这个指令。好，第二个叫付款到公钥哈希，它就是个名字不用被这个名字唬住。它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多做了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哈希是一种数据指纹算法，对吧？我付款到公钥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我的锁定脚本里面放上的是这个人的公钥公钥跟人的身份是有关联的，对吧？好，我们放上了公钥，所以它跟人的身份有关联。同样的，因为有数据指纹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存在，所以我可以不放公钥，我放我公钥的哈希也是 OK 的，对不对？因为你公钥变了，哈希就变了，对吧？公钥哈希也是公钥的一个 ID， 所以我可以在我的锁定脚本里边，第3行，在我的锁定脚本里边放上公钥哈希，就是用中括号括起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同时，就相当于我原来是付款到一个公钥了，现在我是往这个公钥哈希来付款，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就是有技术上的考量，也有历史的原因，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然后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一次，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封装，封装相当于你封装了公钥这样的一个本身的概念，所以它在验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多了几个操作码，对吧？多了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是duplicate， 就是复制；第二个是一个哈希运算的一个指令，然后倒数第2个是判等，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 checksig， 对吧？好，然后你很难想象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原来我只要一步就登天了，现在我要再迈一步，除了要验证这个 checksig 之外，你除了要验证这个签名公钥是不是匹配之外，你还要验证一个东西，就是公钥和哈希是不是匹配。好，那我们也快速过一下。好，然后那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我们把这张图画的再复杂一点画的再复杂一点，那就是就是脚本，就是我们第2行你的那个
解锁脚本和你的锁定脚本开始不是没有再继续画吗？如果我们结合这个交易模板的话，你能看到，因为交易模板的意思就是固定的一个格式嘛，所以你能看到高亮的这个它的格式是固定的，除了固定的指令之外，其他都是数据了。这个数据就是跟人的身份有关联的，比如说是你的公钥，或者是你的公钥哈希，或者是你私钥的签名。然后讲了这么多，因为时间很有限，对吧？我们不能讲的非常细节，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可编程的数字资产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为什么它叫可编程，是因为它在交易的输入的解锁脚本里和交易输出的锁定脚本里边是有一段代码的。它们这段代码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你先放的锁可以被后花费时提供的钥匙给打开，你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这个系统就可以运转起来。那付款这个场景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通用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场景来表达这个东西这个特性。但是像汤老师刚才说的，在复杂的智能合约，都是用最基本的脚本语言，用一个个指令啊，用一个个操作数啊，这样结合起来的。就是你要首先 get 到这个比特币系统这个可编程的这样一个概念哈。行，然后下面是一个就是重点内容的一个小节吧。我们从交易开始讲起啊，讲到了交易你应该怎么样去记录一个交易的结构，然后我们讲了真正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结构，是因为在比特币的系统中要表达出交易链条的信息，就是你的溯源的信息。其实溯源说白了不就是验钞嘛，就是你要验钞哈。好，然后我们讲到了脚本语言，对吧？讲到了解锁脚本和锁定脚本。什么叫解锁脚本？解锁脚本就是钥匙，锁定脚本就是那把锁。怎么能花这笔钱呢？怎么能花你之前那笔交易的 UTXO 呢？就是你后提供的这个钥匙能打开你之前的那把锁，就是你在你的输入都是之前的输出，对不对？你在这个输入的解锁脚本里提供钥匙，能打开之前交易输出的那把锁，你就可以花这笔钱。好，然后我们从 DIY 的脚本开始讲，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加密难题，然后讲到了数字签名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怎么样用数字签名去解决我们之前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得到了2个非常通用的付款的这样一个模板。好，我们去简单的讲了一下这个交易模板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刚才我们说了，你怎么能花掉你之前锁定的 UTXO， 是因为你提供了正确的数字签名，对不对？数字签名是数字密码，是这个非对称加密和数字签名这个范围的概念啊。然后我们会简单的、非常快速的过一下这个相关的概念，然后最后还有一些代码的演示。因为我知道今天会有计算机专业、软件工程、网络安全这样的，就是有非常深的这个编程背景的同学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私下交流一下。在明天的 workshop 里面，我们会做一些有趣的东西。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初看嘛。你忘了刚才告诉我那个快的高度啊？好，sorry， 我看一眼。在浏览器上面能看到。浏览器，对，好，这个是就刚才那个红包的那个区块高度，那就是说它每天都在增长。对，我鼠标哈，这样哈，我们这样看一下。你打开这个 What's on Chain 这是一个区块链浏览器。我们说了，区块链是全网公开的，对吧？对，任何人都可以看嘛，所以就会有人去做这样的服务，去展示这个区块链上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各位，那个就是高度，对吧？啊，蓝色的吧？你可以从这边往这搞大点。你可以从右边往左边看，对吧？这是一个区块，这是我看不见了，这是什么86啊86，然后69万块的高度了。对，然后这个区块它的下一个区块是它，然后它的区块下一个区块是它，它的区块下一个区块是它，这个区块是依次相连的，依次相连。然后下面会有一些这些区块的一个细节吧，比如说这个区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由谁产生的，这个区块里面打了多少个交易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meta 的一些信息。就咱们刚才你那个发红包的是哪一块？啊，那个能查到吗？啊，可以，应该能查到啊。对，我回推一下这个交易，你看现在这个交易叫 unconfirmed。什么叫 unconfirmed？就是这个交易现在已经在还没确认，这个交易已经在矿工的内存池里了，它在等待结算。这个交易不会变了，当然这个交易不会变了，但是它有一个最终结算的过程，就是写到区块里去。但是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它这个是等待结算的，等待最终结算的一个过程哈。所以你能看到它是 unconfirmed。OK。好，然后那我们继续。哦，还有费率啊，还有费率。对，这个都会有，就是它是友好的展示交易的所有的信息。
好，我们讲一些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和这个数字签名的一些计算上的东西哈。然后这个内容就可能有点枯燥，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了，正好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好，然后椭圆曲线密码学，它其实跟我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ISA 的，就是 RSA 非对称加密有没有知道的？计算机的应该都知道吧？今天没有计算机的同学吗？好，然后你在每天上网的过程中用，你比如百度吧，百度 enable 了那个 HTTPS， 对吧？这个里边就会有 RSA 的事儿。好，RSA 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RSA 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的加密和解密过程中，它的算法是一样的啊。写一下 RSA 是3个人的名字是吧？啊，对啊 ，R 就是这个 ，A 就是第一个字母那个 RSA， 这是3个人共同搞出来的一个成果。啊，然后椭圆曲线密码学跟 RSA 一样，它是另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啊。RSA 也是非对称加密算法，椭圆曲线密码学也是一个非对称加密算法。有一点不同的是，椭圆曲线密码学在这个非对称加密算法，它在不同的场景，我们说那个 RSA 在2个场景加密和签名的这个2个场景，它用的算法是一样的。但是椭圆曲线密码学，它在这2个场景它用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在加解密的时候，第2行，它在加解密的时候用的叫椭圆曲线集成加密框架这样的一个算法，然后它在做签名这个场景的时候，它用的叫 ECDSA 这个算法啊，它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异混的概念，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个，什么叫非对称加密算法？然后什么叫 RSA， 什么叫 ECC？ 第二个是什么叫椭圆曲线密码学？什么叫椭圆曲线？然后第3个异混的概念是什么是椭圆曲线？什么是 SecP256K1？ 第一个很好理解，非对称加密算法是一类算法的统称，它是一个类型的一个概念。RSA 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 ，ECC 就是那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啊，也是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好，就是一个人和人类的关系啊，人是人类的一个实体、一个个体、一个 instance 哈。第2个叫椭圆曲线密码学和椭圆曲线。椭圆曲线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啊，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它是一个3次函数吧，还是对，记不清了。好，然后椭圆曲线密码学是基于椭圆曲线的一些特性诞生出来的一个密码学的学科，或者说是一个算法的分支哈。然后第3个椭圆曲线和 SecP256K1，就是椭圆曲就符合要求的或者说符合定义的都可以叫椭圆曲线。SecP256K1是一种椭圆曲线，又是人和人类的关系。然后比特币的系统中用到的椭圆曲线密码学的那根椭圆曲线就是 SecP256K1 这条椭圆曲线，所以我们会重点说这条曲线。好，然后那我们先说什么叫椭圆曲线。长这样的都叫椭圆曲线哈。那个数学定义一带而过吧，因为咱们也不是搞数学的，就是符合这个 y 方等于 x3次方加 ax 加 b， 并且满足那个判别式的都叫椭圆曲线。然后2个直观的例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左边这个呢就是 y 方等于 x3次方减 x 加1，对吧？它满足上面那个定义，它的函数图像是左边这个红线，右边呢又是另一条，它是 y 方等于 x3次方加7，然后它的函数图像是右边那样子，这就是椭圆曲线，数学上的一个概念哈。然后这个数学上的概念呢，它还有你可以在这个概念上做一些运算的定义。我们做了2个定义，一个叫椭圆曲线上的点的加法运算啊，然后另一个就是叫点的数乘运算。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吧，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椭圆曲线上做这个点的运算，比如说这个点和这个点加完之后会得到一个点，这个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然后比如说2个相同的点，比如说下面这个哈，2个相同的 g 相加，那乘法我们数乘我们可以用加法来表达，其实就是2g， 对吧？那这个2g 就叫数乘运算，对不对？那这个运算怎么定义？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些数学上的概念。g 在这个左上角，最左上角的那个蓝色的点，对，然后2g 在最右下角的那个绿色的那个点，这是感兴趣可以多看看哈。然后模运算，什么叫模运算？就是取余数哈，取余数。然后如果 a 除以 b， 它的余数是 r， 那我们就这么记一下，就是 a mod 是一个运算符号啊 ，b 然后等于 r 是它的余数，对吧？5模12，5除12得0余5，对吧？所以 a 模12等于5。然后负5模12这个不太好想，对吧？你可以想象成有一个表盘哈，模12就是这个表盘上有12个格。你如果是5模12，那你的那个指针就往右走5格，那就是结果，那就是5，对吧？往右走5格不就5点吗？如果是负5的话，就是往左走5格，那就是7点钟。
所以负模12的结果是7，这是一个模运算的一个概念。好，然后有模运算，我们就可以定义同余的概念。我说同余是为了表达后面有个符号会用到这个同余。就如果A 和 B 两个整数除以正整数，它的余数相同，那就说 A 和 B 关于模 n 是同余的。那怎么用前面那一页的那个模符号表达？就是 A mod n 跟 B mod n，A 模 n 和 B 模 n 它是相等的，对不对？就第二行前面那一小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符号来表达它，就是后面那个3横的那个符号 A 3横 B， 但是它括号有个模 n 啊，这就是数学上的一些表达哈。然后例子就是2和8关于模6是同余的，什么意思？就是2模6结果是0余2，8模6是8除6的结果是1余2，所以2和8关于6是同余的，很好理解，对吧？然后6和24关于6是同余的，两个余数都是0。啊，有限域就是我们不说这个有限域的概念，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限元素的一个集合就完了。比如说一个整数范围内模7，那你的结果是一定是只有7种情况，对吧？你不可能说一个整数模7，你得到7都不可能，你只有0、1、2、3、4、5、6这7种情况，对吧？这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这不是数学上的严格定义，但是你会用到这样的一些概念，所以我们简单的列一下哈，方便你理解的叫有限元素的集合。那sec p256k1 是什么呢？我们说 sec p256k1 是一条椭圆曲线，这条椭圆曲线比较特殊，它是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那就是它在你可以更暴力的一点理解，就是它会在这个椭圆曲线的过程中，它有一个模运算的存在，因为第一页图哈，一个椭圆曲线它是实数范围内的，它是连续的，实数是连续的，所以你的函数图像它是一条连续的线。那么有限域是比如说模运算，有限域就是孤立的点，对不对？所以有限域上的椭圆曲线，它是在这个图像上，它就是一堆点。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例子 ，y 方和 x 三次方减 7x 加10模 p 同余。那当 p 等于19的时候，它的函数图像就是左上的那张图像，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堆点。然后 p 等于487的时候，它是右下角那张图像，也是一堆点，它不是连续的，它是离散的哈，它就是一堆散点。然后同样的，有限域上的直线也是，就是你原来一条直线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模运算的存在，模运算是什么？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表盘，表盘转一圈不就回去了吗？那直线相当于是走到这儿之后，它又回去了，又走到这儿了，就变成图像中这个样子啊，就是黄色的那个线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哈。好，然后 sec p256k1 我们就直接说重点，就是比特币用到的那根椭圆曲线，就是这根线啊，名字叫 sec p256k1 哈。然后它的方程是什么呢？它的方程就是那个 y 有个 y 方，我忘写了 ，y 方等于 x 三次方加7。然后模 p， 然后它的那个 p 值是多少呢？它那 p 值非常大，是这样一个数据：2的256次方减2的32次方，一直减到2的0次方，它是这么大的一个数据。这数据大概有这么长哈。然后而且同时它是一个质数，质数好理解吧？就是除了1和它本身都没有其他数整除的，对，它是一个质数。好，然后有两个概念，我们就快速说一下。第一个叫生成点，我们用 g 来表示哈。这个什么叫生成点？你可以理解为这根椭圆曲线上的所有的点都可以通过生成点得到，就是都可以通过跟生成点这个数乘运算，比如说1g 你可以得到一个点，2g 又可以得到一个点，3g、4g、5g 都可以得到不同的点。你跟生成点做这样的数乘运算，能得到这条椭圆曲线上的所有的点，我们管这样的点相当于最开始那个源头一样，我们管它叫生成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曲线的阶，这个不太好理解，对吧？什么叫阶呢？我们用 n 来表达，就是说这条椭圆曲线上一共有多少个点，点的个数，我们就用 n 来表达，就有这两个参数哈，一个方程3个参数啊。然后我们说了哈，这个比特币它的脚本中结合了这个公钥、私钥，它的脚本中结合了这个数字签名的概念。数字签名是非对称加密的这样一个衍生的概念，对吧？非对称加密是一对密钥成对出现，所以你有公钥，你也有私钥。那比特币系统中用的是这个 sec p256k1 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的。那比特币中的公钥和私钥是什么呢？我们简单说一下，比特币的私钥是一个随机选取的整数，注意一定是随机选取的整数。随机的意思是在密码学安全的，随机的意思是密码学安全的那个随机程度就可以。然后范围是0到 n k 区间，就是n 是什么 ？n 是那个曲线上点的个数。所以比特币私钥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一个整数，这是私钥的本质。好，那公钥是什么？公钥我们用大 K 来表达，公钥就是曲线上的一个点。那这个点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点就是这个私钥跟那个生成点的数乘运算的结果。所以公钥的本质是曲线上的一个点，那这个点是由数乘运算得来的，这个数乘运算的那个系数就是你的私钥。好，然后如果我们已知了这个小 k， 我们求这个大 k， 就是我们做这个数乘运算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的是大 k， 知道的是这个点，我要知道前面这个小 k 的这个系数，反过来已知大 k 求小 k， 这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并且在未来的很多年之内，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都是无法实现的啊！你只能暴力的求解，就是从1G 开始试，2G、3G、4G 这样暴力的试。然后这叫一个数学难题，这个难题叫离散对数难题，是椭圆曲线的一个特性。椭圆曲线密码学就是用到了这个特性来设计它的公钥和私钥，也就是说，你从私钥可以很快的计算出公钥的内容，但是你从公钥没法计算出你私钥的内容，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哈，叫离散对数难题。然后我们讲了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为了讲这个签名算法，对吧？签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刚才用一个 Weebot 这样一个软件来快速的感受了一下我给汤老师发一笔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你感受到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的背后其实是构造交易啦，把这个交易组合起来啦，然后挑选出一些 UTXO 啦。同时最重要的一步是我认可这个交易，我给汤老师发这个交易，我认可这个交易，我要对这个交易的输入做签名，对吧？那做签名就是计算嘛，那这个签名是怎么计算的啊？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哈，叫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啊。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就5步。首先，这个签名是什么？这个签名就2个数字，你可以这么理解。签名的结果是2个数字，一个我们用 R 来表示，一个用 S 来表示，把这2个数字放在一起就是最终的签名啊。形式化的表达就是用私钥 A 对一个消息 M 签名，你会得到2个整数，一个叫 R， 一个叫 S， 这个 R 和 S 就是签名的内容。好，然后怎么签呢？就是这5步。第一步，你要首先随机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你自己有一个私钥是用来签名的。签名的过程是什么呢？你首先要在签名的过程中，首先你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 K。什么叫临时私钥？就是你就用这一次，用完就拉倒了，用完就扔了。然后私钥是什么？私钥就是一个整数，在那个范围内，在0到 n 那个范围内就可以。好，然后你算出这个小 k 对应的公钥叫大 K， 对吧？一个数乘运算就能得到。好，第二步你算一下这个 xk 摩 n，xk 是什么 ？xk 是你这个公钥点的 x 轴的坐标，你算一下它。坐标不就是一个整数吗？你算一下它摩 n 的结果就是 r 这个部分。然后第3步，你是对一个消息签名是吧？你的消息你把它哈希一下，哈希我们说过了哈，把它哈希一下，哈希完的结果是一段字节流，就是你看到的那一串数字，它其实是一个字节的表达。字节流可以在计算机里被解释成一个整数或者一个字符串，这个怎么解释都可以，所以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个整数哈，就它就是又变成一个整数了。然后最后一步，第4步算 s 就是这样一个公式，你把它带进去。啊 ，e 是什么 ？e 是一个整数 ，r 是一个整数 ，a 也是一个整数 ，a 是私钥，私钥的本质是一个整数，所以 r 和 a 的相乘的结果也是一个整数，然后跟一个整数2个整数相加的结果也是一个整数，然后除以 k 也是一个整数 ，k 是私钥，私钥的本质是一个整数，所以左边那一大串是整数，然后最后模上一个 n 就是 s 的内容，就是一些加减，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一些加减的运算啊，不细说了吧。然后有一点要非常注意，这个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同学应该也会get到，是我们往往说在对一段内容进行签名的时候，我们不会对这段内容本身的数据做签名，因为你这段数据本身是千变万化的，你可以是一段话，是一个视频，是一段图片，是一张图片，是一个文件，对吧？它是千变万化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对原文做一次哈希。对你的原数据做一次哈希，得到这个原数据的摘要，摘要就是数据指纹嘛。我们签名是对这个指纹对这个数据指纹进行签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比特币系统中也可以随处见到，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互联网应用你也可以见到。好，这是我们不会对原文进行签名，我们只会对原文的摘要进行签名。所以你看到我们会先计算原文 m 的消息的哈希啊，就得到了这个摘要，然后我们签名只需要私钥，对吧？所以 sign 这个方法只需要2个参数，用你的私钥小 a 去对这个 digest 的这个摘要进行签名，就会得到2个数，一个叫 r， 一个叫 s， 对吧？好，我们说了这个不太好理解，好，我们做一些真实的演示。我们刚才用这个软件，来体会了一下这个怎么发比特币，对吧？但是这个过程是软件的事情，只要敲敲点点，
敲敲命令就可以。现在我们用代码的层面来解释一下比特币交易到底是怎么发出去的。我们不用任何软件，我们直接就写代码的方式，敲代码的方式，然后发出一笔比特币交易，好吧？然后那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其实重点讲的就是这个高量部分，就是签名的部分的内容，对不对？签名的细节其实就是2块嘛，一个叫 R， 就是绿色的这个部分，一个叫 S， 就是黄色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2个数。我们会构造一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做一次签名，把这个签名放到交易里去，放到这个高量的这个位置去，把这个交易发出去，这个人收到这笔钱。我们演示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好，然后如果看不见代码的话，然后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往前做一点，因为代码的那个字儿比较小，不能调得太大的话就看不全了。然后我把这个镜像一下。好，然后我们快速过一下吧。然后其实说的很复杂，对吧？这个里边的内容看起来有很多，然后你理解了之后，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啊，内容不是很多哈。就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从零开始，就是你不用任何第三方库，你只是直接用这个语言提供的一些特性哈，来搞大一点，来从零实现一个比特币交易的构造啊、签名啊、发送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只说3个东西哈。第一个，我们说到椭圆曲线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椭圆曲线的加法呀，我们就是这是椭圆曲线的加法，是怎么算的哈？就是我给它2个点，一个点 P， 一个点 Q， 我怎么样能算出它的结果的这个点？为什么我要有加法这个操作？是因为我要做数纯运算，对不对？数纯运算是加法运算的一个简洁的表达。好，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个数纯运算。比如说算这个 k 和这个点的相乘，它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计算过程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里，你看都很短，每个东西都是很短的一个小方法。好，这就是首先我们能做这个椭圆曲线上点的运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有了这个运算之后，我知道了 ECDSA 这个签名的5步，那我要先实现一个方法来能实现这个签名的过程，对吧？也很简单，比如说这签名，刚才这5步。看那个字儿很多，那我翻译成代码的话，其实就这么一点。第一步，随机生成一个点 k， 随机生成一个临时的私钥 k， 那其实就是我 random 出来一个随机数，对吧？是 k， 然后算出它的公钥，那其实就是 k 和大 G 的数乘运算，因为我们实现了这个点的运算，对吧？所以我这儿直接把 k 扔进去，把这个椭圆曲线的这个 G 这个点扔进去就可以，我就得到了大 K， 大 K 是一个点。对吧？这个点有2个部分，一个是 x 轴的坐标，一个是 y 轴的坐标。那第一部分就是 x 轴的坐标，我把它拿出来。那 x 轴的坐标模上这个椭圆曲线的点的个数，就得到了 r， 然后把 r 带到刚才那一大串那个公式里去，就能得到 s。如果 r 和 s 都不是0，那这个 r 和 s 就是我的结果，对吧？好，我们就是用代码的形式看一下哈。这是一小段演示，这是一个私钥，对吧？私钥就是一个数嘛。好，我们先算出它的公钥是什么。然后我想对这个你好世界这句话来签名，然后我要对这句话做一次哈希运算，得到这句话的摘要，然后我 sign 对用我的私钥对这个消息摘要，是不是字有点小啊？对这个消息的摘要进行签名，我会得到我的签名的结果。签名的结果是2个整数，一个叫 r， 一个叫 s， 对吧？然后我把这个 r 是什么打出来看一眼，把这 s 是什么打出来看一眼。同样的，我可以实现一个验证的方法来验证这个签名是什么，来验证这个签名是否正确。签名是要两个参数，一个是我用我的私钥对一段消息进行签名，2个参数。然后验签的过程就是我用我的公钥和消息来验证这个签名，是3个参数，对吧？所以我这儿传进来的是一个公钥，公钥是上面算出来的哈，是在这一行算出来的。然后把这个 digest 的这个摘要扔进去，然后把我的签名扔进去。来验证一下我的计算过程是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简单的、快速的看一下哈。然后第一步，我用这个私钥对你好世界进行签名，签名的结果就是这个东西。这个 r 是一个整数，用十进制表达，就1、2、3、4、5、6、7、8、9、10，用十进制来表达的话，它是这么一大串这样一个数。然后 s 是下面那一大串那个数。好，然后我再签一次。你会发现这2个数字完全就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我在签名过程中，那个临时的私钥是每次都变的，每次签名都是生成的，对吧？好，然后我同样的最后是把这个签名
和我的公钥来验证，就用公钥和消息来验证我这个签名，你可以得到 true 这个结果，表明你这个两个过程都是正确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一个体验。你这个编程呢是用什么软件呢？啊，这是 Python 的那个，这是 Python 的Python 语言，对。啊，就是其实语言不限哈，就是这只是一个，因为 Python 比较简单，就是很直观，你可以用 Java， 可以用 Node.js， 可以用任何你熟悉的语言来写这样的东西。好，然后我们讲了一些东西，我们就实际的用代码去发一个这个比特币的交易哈。然后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就是我这不是有一个私钥吗？啊，我这个私钥我可以有一个地址对吧？然后我把这个地址呢，我先导到了这个钱包里，这个没法放大了哈，不好意思。然后我往这个地址上呢发了一笔交易，它有3个输出啊，这每一个都是一个 UTXO 对不对？一笔交易的 UTXO 都还没有花掉哈，这个交易呢，这个 UTXO 呢，它的面值是0.001 BSV， 这个是0.002，这是0.003，相当于我这个地址上有3个 UTXO。然后它们总共的面值是0.006，对吧？这儿能看到。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去写这样的一段代码，就我自己去签这个比特币交易，然后我把这3个 UTXO 都花掉，然后发到另一个地址哈，我们也是随便找一个地址，比如说这个地址吧，复制一下。好，我们自己去写代码。这个代码是什么样的呢？也很简单哈，就是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图哈，就是这是一个交易哈，交易它有输入和输出，然后每个输入的结构是相对固定的，每个输出结构是相对固定的。我可以把它抽象成具体的数据结构，这个就是交易输入的数据结构，这个就是交易输出的数据结构，对吧？你可以看到输入要比较复杂，输出其实相对比较短，它只要指明谁收和那把锁是什么就可以。好，然后我们讲一下代码吧，这是我刚才那个 UTXO 的那个私钥，好，因为我签名是需要私钥的，对吧？我算出来我的这个公钥，然后我在这儿去构造出这个交易的内容，其实就这么一小段内容，我构造出我的这个交易，并且签名在哪做的？签名是在这儿做的，我用我的私钥对这个交易的摘要进行签名，对吧？你注意到它是对这个交易，不是对这个交易本身，它是对这个交易的摘要进行签名，得到了这个签名的结果，然后这下面就是把这个结果放到那个框里去，放到那个空格里去，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交易本身打出来，然后把它通知全网，就相当于把这个交易给解散掉。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现在这是地址对吧？我们假设往这个地址发哈，往这个地址发，然后我不是有3个 UTXO 吗？我现在需要在程序里，我看一下啊，这个对吧？UTXO 是什么 ？UTXO 其实就是2部分，一部分是它来自于之前哪个交易，对吧？第二个部分是它是之前这个交易输出的第几个，所以它只要2部分就可以。所以我们这儿你看到我这个0.001、0.002、0.003是这个交易的第0个输出、第1个输出和第2个输出，对吧？所以我表达 UTXO 的时候，我只需要在这儿记 tax ID， 这是这个 tax ID 的第0个输出、第1个输出、第2个输出，对吧？就可以。然后我们记一下这个面值，这是1后面有8个0，3位5个0，1、2、3、4、5啊，对，好，因为它这是0.001啊，我们给它换成聪表达哈，就是这个 UTXO 是1万聪，这个 UTXO 是2万聪，这个 UTXO 是3万聪。好，我们用一笔交易把这3个 UTXO 都花掉。然后发到这个地址啊，这是我的另一个地址，对吧？我们在钱包里能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对，这儿就是我要收多少哈？就是我3个 UTXO 的总共的面值是多少？是60万聪，对吧？这不是10万、20万、30万，是60万聪，对吧？对，然后我要收，比如说60万聪是吧？那比如说我们是59万9千聪吧，这样59万9千聪，对吧？对，好，59万9千聪，那就是我用这3个 UTXO 作为输入，然后用这个59万9千聪作为输出，相当于是一个3输入1输出的这个比特币交易。然后这个过程呢运行完之后呢，就相当于是把这3个输入每个输入都签一次名，对吧？都做一次数字签名，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交易输入的这个结构里去，然后把这个交易广播出去。我们看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哈。哦 ，sorry， 我这不对，就是我这不是3个 UTXO 吗？我这儿得这样。对，1、2、3，就是用它所有的这个 UTXO。好，你能看到哈，这是第一个交易输入的签名，啊，这一大串，然后这是第2个交易输入的签名，然后这是第3个交易输入的签名。好，然后这个交易是什么呢？是这么一大串东西。然后它的 ID 是什么？它的哈希的结果是什么 ？Text ID 是什么？我们也算了一下，是这样一串8C0C1开头的这样一串。好，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哈。我们用这个 What's on chain 的这个，把这个交易通知一下全网。好，我就拿着吧。然后我左边是我刚才点了一下这个交易的广播，对吧？我把这个交易放到这个全网上去，然后它告诉我成功了。然后你看一下哈，它这个成功的这个 text ID 是8C01， 8C0C1CD， 跟我们算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对吧？好，然后当我这边广播成功之后，如果刚才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这边这个交易已经感知到了，对不对？我没有直接跟这个软件通信，对不对？好，然后这个交易已经发现，你可以打开这个交易看，它的 transaction ID 是跟你算的是一样的，它花掉了3个 UTXO， 构造了一个新的 UTXO 出来。然后你从这边看的话，从这个收款方看的话，你能看到它收到了59.9万聪的 UTXO。对吧？这两个看到的交易是一样的，这两个交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两个交易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从这边这个钱包的，你看你就能看这笔交易消耗掉了原来3个 UTXO， 创建了一个全新的 UTXO， 就在这儿59.9万聪。然后你看原来的 UTXO 它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说交易会创建新的 UTXO， 花掉原来的 UTXO，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就是直观的一个体验嘛。好，然后我们讲完这个，做一下第2部分的小结吧。就是我们第2部分讲的是这个椭圆曲线密码学哈，然后从异混的概念讲起，讲的比较快，就是一个让大家初探的这样一个技术背后的这个细节哈，讲了一些椭圆曲线的东西啊，也讲了一下 SecPLVK1 这条特殊的曲线，这条曲线是被比特币选中的这样一条具体的椭圆曲线。然后我们讲到了比特币的密钥哈，因为你要做签名，就必然会面临到公钥和私钥，所以我们讲到了密钥。它的本质啊，比特币的私钥的本质是一个随机选取的整数，在一定的范围内啊。比特币公钥的本质是椭圆曲线 SecPLVK1 上的一个点，这个点的来源就是你的私钥和这个椭圆曲线的生成点的数乘运算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下 ECDSA 这个签名的过程，然后我们用一段代码来演示了一下就实现了一下这个签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并且我们用自己写代码的方式发送了一笔比特币的交易。对吧？你也能看到，我们没有借助任何软件，是靠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和自己的代码实现来实现这个比特币的交易哈。然后整堂课的一个总结就是，作为一个全网的账本，这个账本里记的是所有的比特币的交易，所以交易对这个比特币系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满足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一性原则。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讲交易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讲了交易的数据结构啊，讲了交易逻辑上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它实际的这个数据结构是什么样子的。重点呢，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结构，是因为在比特币系统里边，它需要表达交易链条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交易链条就是你的输入必须是之前某一个交易的输出，然后交易链条表达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新的内容，就是 UTXO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UTXO 的这样的模型非常的经典，在比特币系统中是非常具有技术美感的一个设计和一个数据结构。如果你去看更多关于比特币技术细节的话，你会感受到我说的这句话。好，然后我们讲完这个交易的细节哈，讲到了这个比特币脚本的一些内容，讲到了交易的模板。就为什么我们说比特币是可编程的数字资产，就是因为它有脚本的存在。你的锁长成什么样子甚至可以说是你随心所欲的。即使我们说523这样的例子它并不安全，但是你可以把它搞得很复杂，就像类似于汤老师之前说的这个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非常复杂的脚本，你可以直接在 BSV 的比特币交易的BSV 的这个交易脚本里面去实现非常复杂的功能哈。下一节课你们可以看到，基于 BSV 构建的像各种各样的互联网的应用，都是基于这样的脚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
好，讲完脚本，讲完交易的模板啊，然后我们讲到了签名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概念，讲得很快，因为签名的内容讲细的话可以讲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过一下，带你体验一下这个签名的这个过程和细节吧，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就好。然后我们演示了一下怎么从自己写代码，然后去构建一个完整的比特币交易，构建一个合法的比特币交易啊 BSV 的交易，然后在全网把它广播出去，然后来体验一下。首先体验的是直接使用实践来收发比特币。第二次体验的是作为技术人员、作为程序员、作为从业人员，你怎么样用代码、用你的生产工具来贡献这个系统，来对这个生态做更多的建设啊，就是这样一个代码上的一个更底层的一个演示。好，然后如果同学们对这个比特币技术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些网站吧。第一个是 Bitcoin SV 节点的官网，上面有各种各样关于节点的生态的内容，包括节点软件、挖矿和一些生态的资讯吧。然后第二个是叫扩容测试网，扩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在前面几节课的时候可能已经听到了。第二个是 BSV 上的扩容测试网的一些细节，你可以看到在 BSV 的 STN 网络上。网络的性能 TPS 包括它的吞吐量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程度，并且这都是实测的一个数据。好，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这个扩容测试网的一些数据。第三个是 Bitcoin SV 的一个 Wiki， 上面有各种各样从浅到深的资料、技术名词的解释，以及一些细节的技术文档。然后第四个是 Bitcoin SV 的。叫 BSV 学院的内容，上面现在已经有了3门区块链课程，包括比特币理论、比特币网络和比特币开发这3个方向。然后这个课程你正常读完是会授予证书的，跟那个 Coursera 和那个类似于国内的慕课网的形式是一样的。你如果能学完它，并且过它的这个测试，是有这个有这个结业证书的。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并且这个课程的质量非常的高，你可以去把握一下。好，最后一个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内容，是 BSV 中国的这个开发者社区，是比特币协会跟 CSDN 合作的，网址是 bsv.csdn.net。然后我最后半分讲的这个签名的内容，在这个BSV 专区里边也会有，应该是有4节，每节1小时的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过程，专门去讲比特币的签名它背后的这个细节的内容。然后，如果你对这签名细节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好，这就是一些参考资料。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课程的全部内容。